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维摩诘经》不可思议品第6。维摩诘居士把真空变妙有从西弥东王佛那里借来的高广宝座，置放于维摩藏室，也显示了戒指可以纳须弥，并且呢，这个维摩诘居士阐明了菩萨安住于此不可思议解脱的种种境界。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讲《维摩诘经》的观众生品第7。维摩诘经一共有14品，今天是第7品。可以说是我们已经讲了一半了。所谓的观众生品，就是因为佛要度众生，我建立了佛国净土。比个例子，像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要西方极乐世界？因为阿弥陀佛为了要接引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离苦得乐，所以他建立这个西方极乐净土，以大乘智慧光照。光照什么呢？光照众生的真实相貌。因为唯有去了解众生，你才能够度化他们，才能够随机应化。那么能观的心是什么呢？是智慧。那么所观的境是什么？是众生。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心、佛、众生三者本来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因为呢，每一个人的迷跟悟之不同，我分为圣人跟凡人。也就是说，我们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呢？就差别在有觉悟跟没有觉悟。有觉悟的就叫佛，没有觉悟的就叫众生。那么这一品呢，分为2大内容。在上半部的内容就是菩萨如何看待众生，如何对待众生。那么这一部经的下半部的内容呢，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叫天女散花，显示了大乘佛法的境界与小乘不同。在这个维摩诘经的第7品的上半部分，我们来一起学习。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学习维摩诘经以后那么对真正的佛法有一个了解然后呢
我们也按照这个佛法道理去行去做，到最后证悟到佛教的这个义理。我们常常讲，修学佛法目的是要修得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呢不是外来的，智慧呢就要靠你自悟自己要去觉悟。那么在上半部呢，第一呢讲那个文思书虑向维摩诘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他说菩萨应该怎么样来看待众生？什么叫众生我在这里跟大家想解释一下，众生又名为有情，即一切有情识的动物，包括胎卵湿化四类，这些都是即众缘所生，名为众生。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众生的意义是什么？是历众多的生死，名为众生就像众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也叫众生。十法界里面除了佛之外，9界有情都叫众生。也就是说，除了佛之外，不管是菩萨，或者是声闻、缘觉、天上的人，或者是凡夫，都称为众生。维摩诘回答说他说菩萨看待众生，应如魔术师。魔术师另外一个名字呢，就是幻化师看待他们所变化出来的幻象一样，都是虚幻不实。应如智者看待水中的月亮镜中的面相。水中的月亮跟镜中的面相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实体呢？这个叫真假不二。你看我们水里面的月亮，你说是真的，你捞不到；你说是假的，明明看到月亮在水里面。你看镜子镜子有你的影像，你说镜子里面的影像是真的呢，还是假的？你说假的，明明看到你的面相；你说是真的，你又摸不着这叫真假不二。还有呢，维摩诘居士他还用另外一种来形容这个众生。他说众生如空中的浮云水珠的聚沫，还有水上的泡影一样的，都是短暂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众生来到这个世间几十年就过去了就像我们人一样，几十年到这个人间你就走了。所以有的人呢，来到这个人世间很幸运听闻到佛法，然后呢认真的修行心里面很踏实。他知道来的时候是怎么来的，去的时候往哪里去，那么在这几十年里面应该做什么事情，心里面清清楚楚像有的人呢糊里糊涂的来，走的时候糊里糊涂的走，那么这一生里面呢他也不知道做什么那么就会失去了这个意义。那么这段经文要我们呢，相观众生如幻如化，目的是什么呢？要让我们证得人空的境界就是你观一切众生包括你自己，都是如幻如化，不是真实的，都是空的，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在后面我们也会读到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又说明了行持无住知道众生如梦如幻。那我们怎么样去
行慈悲心呢？维摩诘居士呢，叫我们行持无住啊，就是不能去执着啊。那目的也是希望我们证得法空的境界啊，就是不但你要悟到人是空的啊，法也是空的，唯有证悟到人空法空，你才能够得到一种超越，得到解脱，得到自在啊。我们一个人之所以呢有烦恼痛苦呢，就是把人与人之间讲得实实在在的，特别是朋友之间啊，有时候朋友对你不好啊，或背信你啊，那你就会很难过啊。尤其是你身边最亲的人，有时候背叛你的时候，你就接受不了这种无常、这种变化啊。所以佛教里面的智慧呢，就是要让我们时时刻刻一定要有智慧光照啊，光照一切人都是放化不实的，要观察一切法也是无住的啊，也是空的，也是无常的。在《金刚经》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偈语呢，就是很出名，我希望你们都要把它背诵起来啊。这个偈语呢，虽然简单，但是里面很有意境啊。他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有为法呢，就是有作为的啊，有造作的，以前没有的啊。那么因为各种因缘合而生的，这都是叫有为法啊。所以有为法都是放化不实的啊。我们要常常这样的关照啊。凡是有造作、有生命，都是无常短暂而已啊。这些全都是希望啊，非真实存在。在《金刚经》里面呢，还讲到说众生即非众生，是名众生啊。虽然呢文字很简单，但是你们要好好去参，里面的义理啊很深很妙，可以说不可思议啊。众生非众生，是名众生啊。这几句话让你们啊，这个听完课以后，好好去想、去参、去悟，有一天可能突然之间你就明白了。那我们现在讲啊，第二点，就如何行事无念心。我们刚才一起学习的这个《维摩诘经》啊，那么文殊师利菩萨问维摩诘居士，如何来看待众生？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啊，众生是如梦如幻。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说，那既然众生是如梦如幻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来行啊这个事无念心啊？所以接下来呢，就文殊师利菩萨又提出了若修慈悲喜舍事无念心啊。文殊师利菩萨呢啊，他问了这个维摩诘居士啊，说既然菩萨是这样看待众生如梦如幻的，那该如何行持呢？意思是说，如何施行慈心去度化众生？维摩诘居士回答说啊，说菩萨看待众生如梦如幻的时候，心中就会想啊，说我应当为众生讲这样的法要，才是以真实慧光照诸法空相而生的慈心。什么意思呢？这以我空法空去行持，唯有这样来修，这样去做，
你才不会有烦恼。这是维摩诘这个纲领性的回答这个文殊师利菩萨问题。那么以下是呢具体的例举的很多说明。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学习。第一呢是如何对众生行四无量心的慈心。维摩诘他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如何行慈内容很多在维摩诘经里面讲了很多我只是精选一部分内容来跟大家分享。维摩诘居士说说慈心行于寂密无声，因非实声等同幻化。什么意思呢？维摩诘居士认为呢，怎么样才能够行这个慈心呢？以寂密无声就是说你在修这个慈心的时候，你不能执着有一个慈心可得，因为一切法都是不可得的，一切法没有实实在在的一个生，也没有实实在在的一个灭都是幻化不实，阴阳和合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去行慈，那你这个才是如法的，去这样做一件善事。慈心行于法师无量，因果呢对来求法者毫无保留，以各种各样的方便来开导他们，关爱他们。他说慈心行于无量智慧，因我对世间事物无所不知要进退有度他说菩萨修行慈心就应该要这样做所以当我们这个修行人，我们要行这个慈悲心去度化众生，那么你要以这个智慧作为引导，不然的话呢，你做好事做得不好，就会带来了烦恼你不单单没有帮到人家，你自己要惹这个烦恼。这就是我们做任何善事要有智慧。在四无量心里面的这个第二点就是如何对众生行四无量心的悲心。我们常常讲说大慈大悲悯众生，大慈刚才讲过了，那我们现在要讲这个大悲心。怎么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去修这个大悲心呢？文殊师利菩萨就问维摩诘说，那么菩萨又应该如何修悲心呢？维摩诘居士回答说悲心是将菩萨所累积的一切功德全都回向于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把所积累的一切功德要学会回向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给认识的我们的众生，乃至于这个不认识我们的众生，都要有这种慈悲心来做回向目的是希望他们离苦得乐从佛法里面讲说，一切众生痛苦，那么就是我们的痛苦；一切众生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如果说有这样的一种慈悲心我相信你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团体，你都会是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人，也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人这就是维摩诘经里面教我们怎么样
来做一个大慈大悲的修行人。那么我们接下来讲讲这个四无量心的喜心啊，我们四无量心大家记得哈，就是慈悲喜舍啊。我们现在讲第三个喜心。文殊师利又问，他说：“那么菩萨又该如何修行喜心呢？”维摩诘回答说：“喜心是凡对众生有利的事情，菩萨都会无怨无悔的、很欢喜的去做。你看，像有的人常常到寺庙当义工一生奉献给佛教，奉献给众生这个就是体现了慈悲喜舍里面的这个喜的精神一生无怨无悔的、很欢喜的去为他人服务。那么四无量心的最后一个舍心，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文殊师利菩萨就问维摩诘居士说：“那么菩萨应该如何修行舍心呢？”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舍心是完全以内心所想所愿去帮助众生，不考虑个人任何的利益。”我们这一个修行人修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心里面呢就只有众生只有佛法，没有你个人的任何的利益在里面。这个就是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精神。我们刚才所讲这些都是菩萨为了随顺众生我修的各种法门。那我们现在讲这个第三个大问题。文殊师利菩萨又问说：“菩萨对出向世间而害怕生死轮回有所畏怯时，应该求助于什么呢？”维摩诘回答说：“应求助于如来无量功德之力文殊师利又问说：“菩萨一求助于如来功德之力，要如何才能够达到呢？”维摩诘居士讲，就是要度脱一切众生，一切就是包括所有的一切。那么文殊师利又问一度脱众生，菩萨应该做成什么呢？维摩诘说菩萨应该先要把他们从贪嗔痴烦恼和希望分别中解脱出来。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他说：“要把众生从贪嗔痴烦恼和希望分别中解脱出来，那什么是菩萨所应该修行的呢？”这个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菩萨应当行修正念佛教里面在修行过程当中，这个正念非常重要就是你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你要保持一个正念。那么文殊师利又问说行修正念应该从何入手呢？维摩诘居士回答说应该从不生不灭诸法入手。文殊师利菩萨这个时候又问他说：“那什么是不生，什么是不灭呢？”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不善不生，善法不灭。”文殊师利菩萨又继续追问下去了，说：“善不善，孰为本呢？”意思是说，善与恶的根源是什么呢？
维摩诘居士说说善与恶的根源就是来自于肉身文殊师利菩萨又问说那么这个肉身的根源是什么呢？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肉身的根源是来自于对财色名食睡五欲的贪着。文殊师利菩萨又问说那么贪着五欲的根源又是什么呢？维摩诘居士说对五欲贪着的根源是来自于希望分别。大家记得我们为什么对五欲有贪着，为什么会有烦恼，就是因为希望分别，就是对一切事物没认识清楚，判断错误，所以这叫希望分别。文殊师利菩萨又问那么希望分别的根源又是什么呢？维摩诘居士回答说希望分别的根源是来自于颠倒错误的观念。文殊师利菩萨又问说那么颠倒错误观念的根源又是什么呢？维摩诘居士回答说颠倒错误观念的根源是来自于无助。无助就是没有根源。文殊师利菩萨又问那么无助没有根源的根源又是什么呢？维摩诘居士回答说无助则无本，意思是说无根源则就没有根源了。维摩诘居士告诉文殊师利菩萨的结论是什么呢？说从无助本立一切法，意思是说世间一切事物本来就是建立在毫无根基之上我们对世间所看见的、所听到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幻化不实的，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和合而灭，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我们如果说有智慧的、有修行人，我们就能够把世间所有万事万物看得清清楚楚，就不会有希望分别。可是呢，大部分人把这个世间看得实实在在的，所以他就有执着，他就有取舍，有分别，那么这样呢，痛苦就不断了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烦恼痛苦的时候呢，最好要念心经心经就是破除你的我执，破除你的法执，把这个我执法执破除了，烦恼也不可得了。维摩诘经呢第7品上半部这段经文的小节，文殊师利问如何不畏惧生死，那么维摩诘回答得非常好他说只有发大菩提心度一切众生，才能够超越生死，不畏惧生死。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好多人对这个生死轮回都会很畏惧，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唯有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度化一切众生，到最后超越生死，你就不会害怕生死因为你那时候来到世间来是成愿再来你想来就来，你想走就走，来去自由。我们现在来呢，怎么来？是业报神推动我们来的因为有每个人业报、业力推动我们所以我们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走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都是随这个业力而走。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到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心呢就是菩提心所以我们要生这个菩提心，应该应无所住这样才是如法的修行这个是我们把这个维摩诘经的第7品的上半部分的内容这个把那种重要的部分摘录下来，那么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第7品下半部分的内容我觉得蛮有趣的
啊，里面我们常常听到讲说天女散花啊，那么就是来自这个维摩诘经啊，天女散花显示了大小乘境界之差别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大乘小乘的境界不一样？那么我们通过维摩诘经里面天女散花，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就可以分辨出来啊。那么这个天女散花里面是讲到这个维摩诘藏士啊，就维摩诘居士，他在住的这个小小的一个房子里面呢，那么有一位天女因为见到各位菩萨还有声闻弟子在讨论佛法，心生欢喜，于是呢就现身在空中，以天上的花朵散在各大菩萨及佛弟子身上。当这个天花落在菩萨身上的时候呢，便掉到地上了。当天花落在小乘比丘声闻弟子身上的时候，却沾着不掉。所有声闻弟子呢，即使以这个神通力，也无法摆脱身上的天花。由此情景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大乘小乘思想之辩论。因为呢，同样撒的花，为什么菩萨呢，这个花从他身上自然就掉下来了？那么为什么这个花散到这个小乘的声闻弟子呢？这个花粘在他身上呢？那么这个天女呢，便问这个舍利弗说说你为何要抖落这身天花呢？为什么想办法从你身上的花要拿下来呢？舍利弗就回答说说作为一个出家人，身上沾着这身花，他说呢，感觉很不得体，所以想要把它弄掉。这个天女就说说舍利弗千万不要说天花不得体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身花的本身是没有分别启示的，有差异的不过是你们自身的分别心而已如果做一个出家修行佛法的人怀有分别心，那才是不得体。如果出家修行佛法者而无分别心，那才是得体他说你看各位大菩萨身上都不沾着天花，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断除了一切分别之想。也就是说，作为一位大菩萨，他不偏空也不左右。就好比人们如果有过恐惧心理，魔鬼便会趁机来控制他的恐惧心。同样的，如果佛弟子害怕生死轮回而有所切位的话，就会被色、声、香、味、触等五欲所控制。若已脱离了切位的人，一切五欲对于他而言毫无干扰。这就是大乘小乘境界不一样因此呢，这种天花只会粘在未去尽结习烦恼的人身上，而不会粘在已去尽结习烦恼人的身上。在讲什么道理呢？就说明了大乘菩萨已经证悟到我空法空的境界，远离了颠倒妄想，所以在五欲中但不会被五欲所诱惑做到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这是一种境界就是你从百花丛里面经过，片叶不沾身这个就是菩萨境界还有呢，我们佛经里面也讲过，若能转悟，则通如来就是我们的心不要被
万物所转。我们心如果能够转悟，则通如来啊。这个舍利弗听完天女这番话之后觉得眼前这位天女不是普通人，于是就问他说你在这里住了有多久了？大家想一想，如果有一个人问你这个问题，你是怎么回答的呢？这位天女呢非常有智慧，他说我住在这里的时间就如同你夺解脱一样的那么久舍利弗说如果是这样，要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维摩诘居士住的这个藏室。他说你在这里很久了吗？天女说说解脱之后就没有久或不久的时间观念了，只知多年多解脱而已你看他们两个人对话很有禅意的就是你要慢慢去听，慢慢去参透它里面所表达的那种言外之音舍利弗听后默然不语。这个时候这个天女就追着问说前辈你是一个智慧第一的人怎么不再说话呢？舍利弗就回答说因为解脱是不能用语言描述的，所以我不知说声什么才好。天女说语言文字都是属于解脱相。我们通常讲说凡所有相皆是希望，语言文字都是希望的，但是对一位这个大菩萨，对有大智慧的这位天女来讲他说语言文字都是属于解脱相为什么呢？他说因解脱者即空性，既不在内也不在外，同时也不在中间，既无所在即是空。他说语言文字也是这样，既不在内也不在外，同时也不在中间，既无所在即是空所以他说舍利弗描述解脱是不离言语文字的，而不是无所言说才是解脱因为一切之法都是解脱相当我们学维摩诘经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会想到你像禅宗不离文字它是禅宗在藏经里面它文字是最多的所以从这个大菩萨来讲语言文字也是解脱相最重要就是说你在理解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悟当你心觉悟的一切法都是解脱相，当你没有觉悟的时候一切法都不是解脱相。舍利弗他说他说解脱不是要脱离贪嗔痴吗？也就是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勤修戒定慧息密贪嗔痴，你才能够得到解脱。天女就说说佛是为有真善慢心的人而说的说要脱离贪嗔痴方能解脱而对没有真善慢心的人，佛就会说说其实贪嗔痴本身就是解脱了。你看这个境界多高所以这个天女所讲的这个佛法跟我们一般普通凡夫讲的佛法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段话太精彩了这个说明这个解脱不在外表，而在内心如果你真正得解脱，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能够得解脱。舍利弗就说说太好了太好了，天女他说究竟你有什么心得，什么体会体验？
使你有这样的一种悟证？大家想想看，天理会怎么回答呢？天理说啊，说我因为没有什么心得和体验，才有这样的悟证。如果有心得和体验的话，则在佛法上必定是真善曼的觉知啊！你看这个境界多高啊！所以舍利弗又问天理啊，说在三乘佛法之中，你是属于声闻乘呢、缘觉乘呢，还是菩萨乘呢？这位天理他是讲啊，他说，如果以声闻法教化众生的时候，我便属于声闻乘；如果以十二因缘法教化众生的时候，我便会属于缘觉乘；如果以大悲法教化众生的时候，我便属于菩萨乘。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对这个天理来讲，他不执着声闻缘觉菩萨，他没有执着这个相。应以何身得度者，即向何身我为说法。他有时候在声闻乘里面，有时候在缘觉乘里面，有时候在菩萨乘里面啊。那菩萨有时候呢，还到这个地狱去，到天上去，到人间啊，所以他没有执着一个相啊。他说：“舍利弗啊，这好比有人进入这个占卜树林扑面而来的，只闻到占卜花香啊，我不知道还有别的花香啊。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占卜呢？是印度一种很香的一种花的名字叫占卜。他说同样道理，如果进入这个维摩的藏室，就只会闻佛的功德香味。我不愿意闻声闻缘觉的功德香味了。就是说在维摩诘居士居住的这个环境里面，所听到都是大乘解脱的境界不愿意去听这个声闻缘觉的小乘境界。舍利弗他说其中有第十梵天、四大天王、天人包括龙神夜叉等等。他说进入维摩藏室听闻维摩诘大士大士就是一个称呼就是大菩萨听他讲这个大乘佛法，得到大乘的法乐，他都闻到佛的功德香味，因此呢，萌发了菩提心你看像天王包括呢这个一切的鬼神那么在这个维摩诘居士这个地方听到大乘法乐以后，当下发起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他说舍利弗我留在这里已经有12年了，从未听闻声闻和缘觉的佛法。他说我所听到的全都是大慈大悲不可思议的大乘佛法。这个天理真的是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看起来他是一个理相，是个天理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大智慧的人他说舍利弗他说这个地方经常世相有金光照耀不被世间垢染等8种稀有难得的功德他说呢，试问有谁见了怎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后，还会乐于听闻小乘的声闻法吗？这是反问他就是这个地方都所听的都是大乘佛法。那么这个舍利弗呢，就听完这个天理之后他这个时候他就这个天理很厉害，他说我要换一个话题，他就换了一个话题问他，他说你何不
将这个女身呢转变成男身。天女就说啊，说12年来，我寻求女身的形象，依然没找得到，哪里还有什么身相可以转变的呢？他说呢，就好像这个魔术师就是这种幻化师，以这个幻术变出了一个女人。如果有人问他说，何不将女身转变成男身呢？他说，你认为问的这个人对吗？那么这一段对话，这个天理呢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是男女之相都是幻化不实的，本性是平等的，本来就是了不可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对任何人呢不能看他的这个表象人不可以貌相，就是你不能看这个人是一个男的还是个女的，是一个穷的或是一个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表面你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这都是幻化相所以这个天理呢就告诉这个舍利弗说你不能去执着外相那么舍利弗被天理这么一访问就回答说，问的人确实不对变出来的女人不是真的存在，还有什么可转变呢？那么天理就说说你终于明白了，万物也不是真的存在那你为何还要问我，为何不将女身转变成男身呢？这个时候，这位大智的这个天理真的是辩才无碍。那么这时候呢，天理为了要显示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给舍利弗看要显示这种相无定向，所以呢，他以这个神通力将舍利弗变成了自己的天理的模样，而他自己这变成了这个舍利弗的模样。继而呢，就反问舍利弗说说你何不将现在的女身转变成男身呢？那么变成天理模样的舍利弗这个时候回答说说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转变成为女身的模样。天理就说他舍利弗如果你能将这个女身转变成为男身的话，则一切女人也能够转变成男人他说，正如你舍利弗并非女人而设下女身，一切女人情况也是一样虽然他们是设下女身而并非女人这就是佛法的境界因为男相女相只是一个外表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心有没有智慧最重要。佛说在万物的本体既没有男性可得，也没有女性可得这是我们佛教里面常讲说众生平等万物的本体本来就没有男性可得，也没有女性可得，一切都是平等的。这个时候天理呢随即收起他的神通力，舍利弗呢便恢复原来自己的模样。天理就问舍利弗说你这个女身的模样现在去哪里了呢？舍利弗回答说说女身的模样不过是一个幻象，没有实际的存在或不存在可言。天理就说说万物也是这样的，没有实际的存在或不存在他说呢，不在任何处，却又处处都在，这就是佛所说的大乘道理
所以呢，我们学习了《维摩诘经》这一段经文以后我们这个了解到，这个天理已经超越了在与不在的相对概念已经获得了大解脱的境界那么这个舍利弗就问天理说他说你在这一生死了之后，将会出生到哪里去呢？天理就说说我会在如来应化出生的地方出生。舍利弗就说说如来是应化出生，不是死后而生。天理说众生也是这样是应业力而生，不是死后而生讲得多好一切众生都是应这个业力而生。刚才我不是讲了吗？就是我们众生的随业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业力推动我们到这个世界来。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回去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我们明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因为一切都是在业力的推动之下不是死后而生那么舍利弗又问天理说说你要过多久才能够夺证无上正等正觉？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我们听听这个天理是怎么说的。他说如果你舍利弗回复为凡夫，那我便可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是一个相你不能去执着它，你执着它是不可得的，不可能的。就像舍利弗已经证到阿罗汉果，都解脱了，他是没办法恢复到凡夫的这个情况他已经解脱了，已经是成为圣人了，怎么能够成为凡夫呢？就是说明了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不能去执着它，都是不可得的。你若执着一个去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那么永远你就证不到。大家明白吗？就是我们从方便法来讲呢，就是我们要转凡重生我们要发菩提心我们要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那么这个是权巧方便而说法，但是从这个真实意来讲呢，你都不能去执着，一执着的话你就证不到所以呢，舍利弗说说我回复为凡夫是不可能的事了。那天理说了，我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也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呢？因菩提觉悟是不存在的。大家要记得有的听到这句话呢就又迷惑了说我们都是让我们学佛的人要发菩提心，要觉悟。为什么在维摩诘经里面讲说因为菩提觉悟是不存在的呢？但是呢，这里面所讲的菩提觉悟呢，就是你不要去做这个相所以他说因菩提觉悟是不存在的，所以便没有什么可得证的因为真正修行没有能证得我，没有所证的法，或者是没有所证的境界。那么舍利弗又问说现在诸佛都是得证菩提觉悟者，那么已经证得和将证得的很多很多，有多少呢？都如恒河沙数一样，这又该如何解说呢？那么这个天理呢，就回答了舍利弗说这只是以世俗文字算数的观念做表示，过所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区别，并不是说得证菩提觉悟者有过去、现在和未来
天理这个访问啊，说舍利弗啊，你得证阿罗汉道了没有啊？舍利弗就说啊，说我乃因无所证而证得阿罗汉道。我已经证到阿罗汉道的话呢，那么从《金刚经》里面道理来说讲，那他就不是阿罗汉了。这让我想起这个《金刚经》里面几句话说：“阿罗汉即非阿罗汉，是名阿罗汉啊。”真正的阿罗汉他是不能去执着的，如果执着他呢，他就不是阿罗汉啊。天理就说啊，那就对了，诸佛和菩萨也是这样啊，都是无所得证故而证得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维摩诘这位老人家终于说话了。他对这个舍利弗说了，说这位天理啊，已经供养过92亿的诸佛如来对于菩萨神通之力，亦能应用自如他说他已完成了自己所有的誓愿，已得无生法忍至于不退转之位他说由于他发起救度众生的本愿，过能随应事相教化众生。什么意思呢？作为天理呢，他是一位大菩萨，那么他发这个愿要救度一切众生，所以呢，他随应事相，他可以画像成一个比丘，他可以画像成一个居士，他可以画像成一个男相，他可以画像成一个女相这就是为什么他画像是一个这个天理他目的就是在教化众生那维摩诘告诉了我们这位天理呢，非同寻常他是大菩萨的事相。好了，我们这个结语就是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这一品呢，上半部分内容是要我们觉悟众生如梦如幻，但不要忘记以慈悲心去度化。这一品里面的下半部分的内容呢出现了另外一位菩萨画像的这天理以这个舍利弗的对话，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显示了大乘在内心与外境之间不即不离的超越境界所以我们修行主要是把内心与外境要修到不即不离，那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菩萨境界。那么维摩诘经的这个观众生这品呢，那么这个要义今天呢也讲完了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讲这个维摩诘经希望大家从维摩诘经里面得到大智慧，得到解脱对大家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有所帮助那么最后我们把我们今天讲经的跟听经的所得到的一切功德来这个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专扬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